根据现代妇女基金会的统计，台湾每8位女性就1位被跟踪骚扰过。而内政部最近通过了一版跟踪骚扰防治法草案呢，未来一些过度追求别人的行为可能会被当成是骚扰来开罚。而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跟骚法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前阵子屏东有一位曾姓女性被她的客户制造假车祸，接着掳人杀害。而这位客户因为爱慕曾女呢，而多次的跟踪骚扰。虽然女子曾经2度到警局报案，却还是惨遭毒手。而过去台湾也还有很多的这个重大刑案呢，也都是从跟骚行为开始的，然后逐渐恶化而成。像是2014年的这个张燕文情杀案，还有2017年的世新男大生因为追求不成拿刀刺伤学妹的案件，还有去年发生的马来西亚女学生命案，这些受害者在案发之前呢，都曾经被加害人骚扰过。许多人认为要是公权力呢，可以在骚扰迹象出现的时候适时的介入，或许就能够避免这样子的悲剧。所以呼吁政府应该要订定相关的法律。而4月底呢，行政院通过了跟踪骚扰防治法草案，希望能在立法院5月底的这个会期结束之前呢3读通过。不过这个草案公布之后，也引来了不同意见的激辩。而接下来呢，我们会从一个故事开始，带大家一步一步的看到立法的背景过程、草案内容到最后的意见攻防。不过在开始之前呢，我们还要先来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无论是在面试或者是交友的时候，大家都会说第一印象很重要。那对于脸部比较容易出油的人来说，他可能就会担心脸上的痘痘或是粉刺成为拖垮第一印象的危机凶手。这个时候找到适合自己的抗痘保养品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最近 Dr. May 美博士这个品牌就跟我们推荐了他们的 B3 专业抗痘精华，希望帮助大家让危机变美肌。这个精华有多种能够帮助肌肤调理的成分，像是有助于调理油脂分泌的 B3， 能够帮助肌肤代谢更新的水杨酸，以及修复肌肤的维他命 E。而他们拥有独家专利的 FIRSAP 自由酚，也因为具有小分子的结构，能够更容易的渗透进肌肤。而且这个产品也有直接找进100位的皮肤科医师试用，有些医师呢也会推荐他们的门诊患者来使用，来辅助痘痘的治疗。那再加上它不含酒精、色素还有防腐剂等等的特点，对于皮肤敏感人来说真的是很友善。那我自己擦起来的感觉呢，也是觉得它很好吸收，不黏腻，而味道闻起来也是很舒服，是一种自然的草本味。而且这个品牌呢，还有一点让我觉得他们很用心那就是他们特别成立了专属的社团，提供给消费者互相讨论分享心得，而他们的团队也会在社团里面帮忙大家解答使用保养品的各种困惑。所以如果大家有出油旺盛粉刺粗糙、痘痘的困扰，但却还没有找到适合你的抗痘保养品的话呢，可以考虑试试看这一瓶让危机变美肌的 B3 专业抗痘精华。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资讯，也可以点击资讯栏的连结。但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记得要依照自身的皮肤状况评估适合的保养品有一位黄小姐曾经跟媒体分享她被妹妹前男友骚扰多年的经验。她说，这位男子跟她妹妹分手之后呢，就经常到她的住处还有工作地点站岗，还画了上千幅幻想她的全家福塞在她家的信箱。而为了摆脱这位骚扰者呢，她搬了2次家，换了2次工作，但都还是失败。而这种痛苦的日子呢，持续了6年之久，一直到某天呢，对方拿着偷偷复制的钥匙闯入黄小姐家，并被警察逮捕之后呢，事情才告一段落。而根据警方事后的调查呢，大家才发现他早就侵入黄小姐的家里高达24次。但虽然我们听到这个案例的时候呢，可能会觉得哇，有点不可思议，但有长期关注这类案件的民间团体认为呢，其实很多跟踪骚扰的案例呢，跟黄小姐遇到的事情都有很相似的特质，像是骚扰者的这个手法很多样，会长期持续的对受害者造成心灵的压迫，而受害者为了要躲避，常常要变装出门刻意绕路上班，回到家呢，甚至不敢开灯，每天活在恐惧之中。而此外，另外一个最大的共同点是，以黄小姐为例好了，以她被骚扰的那6年之间呢，其实早就报警过20次以上，但是呢，却因为警方不受理或是罚则太轻，而始终无法吓阻对方。黄小姐曾经希望警察依照社会秩序维护法当中的无正当理由跟追他人这条来开罚，但却从来没有成功。因为实际上呢，只要警察来规劝的时候，对方有离开就不会开罚，而且依照法令这边就算有罚，也只能罚3000元以下的罚款，几乎没有吓阻的效果。有少数警察呢，甚至觉得被人跟踪并不算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就选择不到场处理。而另外，虽然台湾有性骚扰防治法可以开罚，但前提是呢，这个骚扰行为
为一定要跟性或者是性别有明确的关联。举例来说呢，传裸照给别人当然属于性骚扰，但如果是一直寄礼物啊，或是空白信到别人家里面，就不一定会被认定是性骚扰了。那虽然黄小姐也曾经以这个性骚扰啊，还有刑事告诉，成功的让对方受罚，但最后被认为这个情节轻微，所以只罚了几千块，而且光是等这个调查跑诉讼程序前后就花了1年多的时间，也凸显出现行的法律无法立即的保护到被害人的问题。那虽然台湾的家庭暴力防治法可以让被害人去向法院申请保护令，要求这个加害人远离，但这个条件只有局限在家人、情侣或者是曾经有过亲密关系的人才可以申请。换句话说，如果想要对陌生人啊或是单方面的骚扰者申请保护令，抱歉，没有办法。而面对这样子的法律漏洞呢，许多民团就要求应该要针对跟踪骚扰行为的特性呢，再立一部专法来规范。民团认为呢，如果未来要立这个跟骚法，应该要有几个重点。首先，不要再把跟骚行为局限在跟性有关的动机上，而且必须要将被害人的家人啊、亲友、同事一起纳入保护对象。因为实务上呢，骚扰者影响到的并不只是受害者可能呢还包含他身边的人。而此外，他们也强调，公权力要能够及时的介入，让被害人远离危险，所以设计了这个警告命令啊，还有防治令2种制度。而这边我们简单的举例解释这2个制度假设某一个明星呢被一个粉丝疯狂的跟踪，他可以先请警察对那个人发出警告命令，而警察呢在接到申请之后，也要立即的启动调查，并在72个小时之内呢判断要不要核发警告命令。那如果这个申请通过，但粉丝继续违反的话呢，就可以处20万元以下的罚款。那如果这位明星还是很担心，他还可以去向法院申请更有约束力的防治令。防治令呢，不仅可以禁止这位粉丝出现在明星的住所啊，还有公司，还可以强制他赔偿这位明星因为骚扰啊而损失的这个金钱还有财物。那如果违反的话呢，就会有刑事责任可能要去坐牢。不过这些诉求呢，一直到了2017年世新大学伤人案之后呢，才受到朝野的重视。那虽然行政院在2018年啊，还有2020年都曾经各推出过草案，但最后都因为争议过大而没有立法成功。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看看今年公布的这个草案是不是有符合民团的期待。今年正院版的草案当中呢，列举了这8大类型的跟踪骚扰行为。那这边我就不一念出来大家可以的话呢，按个暂停，看看我们所设计的字卡。那除了常见的跟踪啊，还有站岗之外呢，疯狂传讯息、打电话或者寄送物品、要求约会等等呢，都包含在内。但这边的前提是，如果这些行为已经违反了对方的意愿，但还是继续去做的话，才会有触法的疑虑。而另外呢，草案还是把这些行为的动机限制在要跟性和性别有关，等于是聚焦在因为爱恋啊、追求所衍生的这个性别暴力行为上面。其他像是狗仔队的跟拍、讨债集团的这个追债，或者是父母监视小孩行动等等，就不一定会违反这个跟骚法。那在罚则的部分，有比之前更重的可以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啊，或者是并科30万元以下的罚金。那如果有携带凶器呢，可以加重罚。而此外呢，草案中也引进了这个警方的书面告诫，还有法院的保护令制度，等同于呢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警告命令啊，还有防治令。不过对于这个版本的草案呢，民团还是有些不满意的地方，像是现实中的这个跟骚行为呢，其实未必和性或性别有关。而另外呢，草案中也没有明定警方在接到报案之后呢，要在多少时间内对骚扰者行这个书面告诫，而且书面告诫之后呢，还要等对方2年内再犯，才可以进一步的向法院申请保护令。所以民团担心这样子的制度设计呢，可能还是无法及时保护到被害人。不过这部草案之所以不完全符合倡议团体的期待，主要是实际执行上面有一些考量而且民众对于跟骚法的意见呢，也有不太一样的观点。正院版草案公布之后呢，立即就引起了网友广泛的讨论。有些人认为跟骚法指出的8大行为非常不明确，所谓的反复发生到底是要几次，要历时多久，这些难道是被害人或者是警察说了算吗？那如果跟骚法被拿来滥用，会不会有些人其实只是正当追求，却要因此吃上官司？而且虽然被告不代表一定会成案，但如果有人滥告，那这不仅是浪费社会资源等于是被诬告的那一方也会造成一定的名誉损失，跳到黄河里都洗不清了。而另外
外，身为执法部门的警政署呢，其实长期以来也一直都对跟骚法抱持着疑虑的态度。除了有没有骚扰意图这件事情并不是那么容易判别之外，警政署也认为民团要求警察要在72小时内就决定要不要核发警告的命令，有点太为难警察了。如果案情还不明朗就急着发警告命令，那就有可能呢会批评是警察滥权，有侵犯人身自由的疑虑。可是如果不发，又可能被民众质疑是警方吃案，让警察非常的为难。而且如果法律又要求警察必须要立即的对受害者采取保护措施，那可能也会让警方的这个警力的工作量呢大增难以负荷。那么发现无论是民众担心的这个骚扰要件呢，还是警方担心的执行层面，都和民团希望达成的诉求有不少的冲突。所以最终跟骚法到底会怎么定，还是要看看月底立委审议的结果了。草案出来之后呢，我们注意到网络上面有一些比较偏激的留言，例如阿宅连追女生呢都可能被抓去关，或者恭喜朝少子化迈向一步啊，台女准备好开集了。那么认为这些留言除了表示大家对于法条的执行还有不少疑虑之外呢，或许也反映出了部分群众心中的某些焦虑。在我们目前的社会当中呢，婚姻啊，还有家庭人啊，普遍的被视为是一个重要的成就。到了一定年纪还保持单身的人呢，很容易会被笑是鲁蛇啊，或是剩女。而这样子的标签呢，可能就会让某些可能谈感情不太顺利的人，会下意识的觉得自己没有价值，甚至产生强烈的防卫心。不过，虽然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个法条对他不太友善，但同时呢，我们也想提醒，有不少长期被跟骚啊，活在恐惧当中的人，也确实是有机会因为这个法条而受益的。再加上这个法条从来也都不仅限是用来保护特定性别的人而已，所以我们并不认同呢把跟骚法拿来当作是性别对立啊，甚至是攻击特定族群的武器。我们觉得无论是谈感情不顺的，或是被跟骚而非常困扰的人，大家确实都是受害者。而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两个不同的议题者中间呢，最大的共同点，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社会真的缺乏了情感教育的练习。那如果我们整个社会成员呢，都可以更加的落实情感教育，学习尊重别人的选择还有感受，那或许大家单身就是烂的压迫感也就不会那么让人喘不过气了吧。而同时，如果越来越多人能够学习用妥善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喜欢，并尊重对方也有说不的权利，那跟踪啊、骚扰的状况或许也有机会逐渐的减少。不过这些其实都是需要时间去累积得到的改变。以目前的状况来说呢，我们觉得跟骚法还是有它的必要性，但现在这个版本的草案呢，也确实是有一些疑虑需要厘清的。比如说呢，如果有人没有做出逾矩的行为却被滥告，那他是该如何进行救济，或是能不能够反告对方妨害名誉啊或诽谤？这些资讯目前政府都还没有出面回应，而相关的讨论呢也比较少。所以最后我们想要邀请大家一起来讨论的是，关于目前行政院提出的跟骚法草案，你觉得最有疑虑的地方是什么呢？我觉得规范的太笼统，会担心没有这个意图的人呢被滥告，而且还无法申冤。比如我觉得只保护跟性有关的行为很不好，因为有些恶意的骚扰会处理不到。所以我觉得警告命令跟强制令部分很有问题，可能帮不到受害人，还会让警察很为难。提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欢迎放出去，让更多人一起来讨论跟骚法草案。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被认为是恐怖情人的消失的情人节，以及人丑性骚扰的相关影片。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明晚再见喽。